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这个影片呢，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天赋改动之后究竟有没有影响有多大，我们需不需要再去调整自己的天赋。我这里会根据官方邮件那边所给的调整来跟大家说明一下。首先就是辅助的天赋，其实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到，现在拥有辅助天赋的统帅其实并不是很多，尤其是新的统帅更加少。就比方说我们看一下近期推出的统帅好了，你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不是终极伤害就是连击伤害。在我们近期最后推出有辅助功能的统帅呢，应该就只有阿方索。但是我在使用阿方索的时候，比较少情况是把它放在主将，多数是放在副将的位置，是看要搭配什么统帅啊。像我一般的话都是拿来搭配老虎，老虎它的天赋是进攻天赋，伤害会比起辅助的还要重要一点。辅助天赋的特点就是让你的怒气恢复的比较快一点，让你的部队会比较硬一点。但是以现在的版本来说，比较多的玩家还是会选择进攻的天赋会比较优先，尤其现在有重击伤害、连击伤害这样子的统帅。如果之后真的是推出辅助类型天赋的统帅呢，大概率应该是在工兵或者是在远程驻防统帅身上，应该比较少可能会出现在骑兵跟步兵身上啊，因为他们要往连击伤害跟重击伤害去发展，除非官方他们是想要设计两条路线，就比方说骑兵要保留连击伤害跟技能伤害，所以之后辅助的天赋派上用场的可能性会比较少一点。唯一的不确定性就是在远程方面跟工兵方面，因为工兵方面其实也是拿捏不准官方他们究竟要不要往真实伤害方面去发展，也不排除说之后官方他们会推出真实伤害的天赋。远程的话也有可能会设计远程的天赋，专门给远程统帅使用也说不定。所以说这一次辅助天赋的加强呢，虽然是提升了不少，但是对于大环境来讲应该影响不会太大。而且辅助天赋其实它这边提升呢，只是让它变得比较硬一点，从原本受到所有技能伤害降低，变成所有技能连击重击伤害都降低。所以对我而言，辅助天赋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反正现在我们战场上是没有看到多少个统帅是使用辅助天赋的，就连贞德他是使用辅助天赋，但是也是有不少玩家是已经把他给淘汰掉，全部都用连击伤害的骑兵统帅了。就算他们还有继续使用贞德，也不一定是放为主将使用，有可能是霍去病搭配贞德，司机搭配贞德。另外一个关于技能伤害这里加强的也是有这个部分，从原本只是针对技能伤害变成连击跟重击都有包括在内，让你们的统帅会变得比较硬一点，因为现在战场上比较多连击伤害跟重击伤害统帅嘛。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一次连击伤害跟重击伤害的天赋都有在提升伤害了，所以对于技能伤害统帅来讲呢，是有变得比较硬一点点，但是其实也没有硬多少，像我刚刚讲的连击伤害跟重击伤害都有提升了。那是不是技能伤害统帅就比较吃亏一点呢？这个说法也不一定的，因为在之前就已经有讲过，他们之后会推出技能伤害的军器 2.0， 虽然现在技能伤害的军器伤害是比起重击伤害还有连击伤害还要更低一点，但是之后推出了新的军器新的阵型之后，它的伤害数值应该是跟这两种伤害是持平的，所以也不见得对于技能伤害来讲是不公平，这个我们要看后续的发展。另外一个技能天赋有改动的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受到的所有技能伤害、连击伤害、重击伤害都会提升 6%， 从原本 3% 变成 6%， 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就连进攻的天赋也是一样变成 6% 了。但是我说实话，有多少位统帅是有点击到这个天赋的？至少我自己本人是没有点击这个天赋的，还有包括其他之前旧的一些统帅呢，都是没有点开这个天赋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技能伤害统帅来讲影响不会很大，但是进攻统帅就不一样了，因为原本他们就不受限制，原本的文本是说但是造成的所有技能伤害会降低，它本身就没有技能伤害，所以它肯定是会点到这个天赋，但是改版之后就包括重击伤害、连击伤害了，才会影响到这些进攻天赋的统帅有受到影响。所以这一次改动比较大影响的就包括阿提拉跟刘彻，所以你们
可以先把这个天赋移除掉，就是不要点这个天赋了。如果要改的话，或许可以改成心智速度提升啊，因为现在战场上其实比较需要用到心智速度。防御天赋的话，其实跟辅助天赋差不多，就是受到的技能伤害降低，变成有包括连击跟重击伤害降低，但是数值保持不变，原因也是像我刚刚所讲的那样子，只是针对技能伤害而已，没有包括其他伤害，就变成其他的伤害比较强。但它限制之后，就变成说你的统帅会比较硬一点，但是技能伤害也不需要太担心，之后新的军器推出会提升。至于机动的天赋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不需要在乎了，基本上机动天赋没有用到，所以这边我就跳过不讲了。最后就是连击伤害跟重击伤害啊，就是他们原本提升3%的伤害变成6%了，但是这边天赋不需要调整啊，因为你本身就一定要点到这边的天赋，而且这个是加强啊，你不可能不点。重击伤害的话也就跟刚刚差不多，变成6%的重击伤害提升，这个也是不需要再改动啊，本来就会点到这个天赋。不过他们这边刀枪不入还额外增加了2种伤害的降低，让自己会变得比较硬一点，这个也属于合理改动，毕竟重击跟连击的伤害都提升了。但是你们可以发现到它只有提升重击伤害跟连击伤害的天赋伤害而已，反而没有提升技能伤害的伤害，所以我是感觉到之后官方推出的新的阵型技能伤害提升呢，应该是比起重击伤害还有连击伤害还要更高一些。像现在这里它只有提升5%而已，但是连击伤害跟重击伤害都已经提升10%了，所以不排除之后推出的新阵型应该是技能伤害提升13%，或者是有不同的技能伤害提升效果。所以整体来说，这一次的天赋改动呢，其实就是拉长补短而已啊，还有把原本就应该要设计的一些受到的伤害提升都加进去了，包括连击伤害跟重击伤害，而且有一些天赋你本身就不会点到的，所以影响真的不会太大。影响特别大的还是一样刘彻跟阿提拉，你们需要改那2个统帅的天赋而已。但是阿提拉现在比较少玩家会在野战使用啊，就算有使用，我也是看到用阿卡琉斯搭配阿提拉而已，比较少人用阿提拉作为主将使用。惩罚的部分，一般正常的统帅都是不会点选的。而且我说实话，就算刘彻跟阿提拉他们那个天赋真的被改动了，变成有包括他们自己本身的普通攻击伤害也好，但是在这改动之前呢，其实他们都已经吃香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公平的问题。我好奇的一点还是在于辅助天赋啊，究竟官方他们是想要继续推出辅助的天赋呢，还是说因为现在没有多少人使用辅助天赋的统帅了，所以他们才敢改动比较大，让辅助天赋变得比较强一点，可以让你的统帅更加硬。那首先我们现在比较主流的统帅呢，依旧还是那些重击伤害、连击伤害的统帅做车头。就比方说，如果我们是集结的话，应该都是用速不台阿提拉。那阿提拉的天赋或许会有影响，但是如果你们是用速不台作为主将的话，其实影响不大。至于工兵的话，他们就是技能天赋，技能天赋其实是有影响的，但是不会点击到这个天赋，反而他们是会用到这个天赋啊，就是让你的集结会比较硬一点了。至于对于步兵的驻防跟进攻的话，反而他们加强了，变成他们的重击伤害比较强一点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虽然他们的伤害变强变高了，但是其他的天赋都有调整，受到的所有技能伤害降低，变成有包括连击跟重击了，所以来来去去算来算去，影响真的不会太大。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当然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